哇哦，你刚刚得到消息，你获得了5万美金的特别奖。这是他在国际擂台的首场比赛，不仅获得了5万美金的奖励，他便是我国百年难遇的格斗奇才张佩冕。广西狼兵后裔，绝不认输！我说了。张佩冕来自于广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家境贫寒的他，不得已只能放弃读书，在家中帮衬父母，喂猪做家务。然而，这位天才少年从小便对搏击有着浓厚的兴趣，便跟随小学体育老师开始了训练。12岁便开始打拳，更是一度打出20战19胜的惊人战绩。在18岁时，终于是打出了国门，来到了国际擂台，却是一个世界排名第5的超级悍将。这让许多喜欢张佩冕的粉丝们不禁为张佩冕捏了一把汗。我知道我自己肯定会拿下这场比赛的，因为我对我自己非常有信心，对我的教练团队也非常有信心。坏了，可以把对手打伤的，但是我就不忍心再去打了。对，好多几乎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发布会现场狂秀肌肉，嘲讽张伟丽实在太瘦小。此人实力强劲，发起狠来比男人还要凶狠。和他交过手的对手非死即残，不是被他一脚爆头踢得血肉模糊，就是被他乱拳打得面目全非，当场毁容。就在他在国际擂台找不到对手时，终于向张伟丽发起了挑战。老实说，你下一场比赛你就要打张伟丽了，你有什么特殊的准备吗？我当然有准备了，我为他的葬礼精心准备好了鲜花，而且我还会非常贴心的一拳把他打进棺材里，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我们来看看啊，第3回合的比赛，马克瑞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对对手进行终结？刚才上一回合，这个马克瑞2次击倒了这个钢宝选手啊，很可惜。最后没能抓住机会，再来一次的话，全场比赛就结束了啊！那么同一回合3次倒地，比赛自动终止。对，这是 WBA 的规则啊，跟其他的这个组织不一样。WBA 规则是回合3次击倒对手。这一回合，马克瑞那个有点不服，有点不服，素质还是很不错的啊！别让他抱住。好，观众朋友注意看，戏剧性的一幕来了！这个非洲拳王偷袭马克瑞的裆部，哇，非常的卑鄙。我们看裁判，好，现场裁判依旧是没有给到处罚，还是口头警告。哇，这种情况还是口头警告。我觉得这个裁判实在不行，你去换个职业啊，你去烤煎饼果子去吧啊。好，对方就像一块甩不掉的黑泥啊，又贴到了马克瑞的身上。对方这种行为呢是典型的消极比赛啊，自己不想打也不让别人打，又是口头警告。我觉得这个裁判啊，当裁判是这个有点可惜了，还当老师算了，或者当什么教导主任之类的啊，就是喜欢口头警告。4回合的比赛，这一次就不过也得小心，万一他被马克瑞再被击倒一次，站不起来咋办呢？因为他们这是。什么有可能发生？对，轻重量级的话，这个重拳就是还被减了1分，因为他打得太低了。我觉得啊，如果出于这种对观众这个考虑的话不减也罢了，这一分。但是从严格执法这个角度来讲呢，肯定是要扣的啊。对，他打得太低，又多次搂抱，对吧？主要还是防守太差，这小伙子其实有力量能打，对，但是防守回拳的能力不行。打准打中这个是关键。又一个，但是没有准啊，不准，就是距离不够，太近了。对，他没给你拉开合适距离，他就抱着你打，挤到这个围墙上。这个奥特卡这个防守下不太可能。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吧。前面马克瑞是打得有些憋气，怎么还搂一下？这就是我们中方选手的气度。正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啊！这位来自于山东的好汉是非常有这个度量，有格局。你偷袭我，你消极比赛啊，但是我呢感化你，概率可能会随之这个产生变化。对，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这个奥博卡他是刚果的选手，但是他的拳裤上是有中国国旗的啊，写了一个支字，这就是支船俱乐部的标志。西安，对，是一个职业拳击俱乐部。对。
西安的现在拳击俱乐部发展还是挺快的，对吧？好，观众朋友注意看，裁判又一次口头警告。这个裁判当的是真不错啊！我觉得赶紧回头调查一下对方的最近的账户里边啊，是不是多了一笔神秘的打款？这个判罚尺度非常的宽松，对外国选手宽松啊！哎，你看又来了，又一次口头警告，告诉艾肯姆伯，你不可以夹对方的头。那一般我们中国选手在外国都会受到针对，这可倒好啊！外国选手来我们国家呢，这个裁判他非但不针对，还很宽容，很少见啊！你不偏袒也就算了，你不偏袒我们啊，你还向着对手。从积分上，如果你是 KO 的话，和你判定是不一样的。由于他们初级选手他可能多2分，对吧？2分对于一个初级选手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你战绩表现看着更漂亮。在你未来的这个赞助商啊、经纪人啊，会增加一些这种话语权议价能力。对，选手也是要包装的呀，可能就多100美元自己的实力，对不对？出场就能多100美元，对。还有1分钟了。那目前来看，马克瑞的确在局面的分数上我们是遥遥领先的，但是要小心了啊！现场裁判会不会偏袒这个黑人选手，我们也不好说呀。啊，打分人员会不会像裁判一样偏袒对手呢？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最起码在局面上，马克瑞一直是主导着进攻啊，积极主动的进攻，而对方呢从第2回合开始便频繁的搂抱，光是从态度上来讲呢，对方就已经输了。裁判实在是没办法，现场的观众受不了了，虚的很厉害。所以说比赛结束了，进攻型的选手还是很重。好，这场煎熬的比赛终于结束啊！我们中国的山东小将马克瑞给这个黑人的刚果拳王上了一课。纵观整场比赛，我觉得打的还是有些憋气啊，因为呢现场裁判的偏袒以及对手的挑衅和一些消极状态，让马克瑞打得很难受啊。而且我们还被偷袭了一次啊，被偷裆了。但是现场裁判并没有为马克瑞执行正义啊，甚至还偏袒对手啊，最多就是口头警告。好，本场比赛没有意外，恭喜马克瑞！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我操！注意看，日本选手毫无人性，竟对着已经倒地的中国选手脑袋连踩数脚，直到中国选手彻底断气，猝死擂台。一旁的裁判更是默许了他这种嚣张行径，把蛇鼠一窝展现得淋漓尽致。赛后更是对着媒体镜头大放厥词，称中国选手都是蟑螂，保证见一个拍死一个。这个嚣张恶徒到底是何方妖孽？他正是眼前正在出场的日本格斗天才，对华9战9胜9场不败的袁鹏熙。他更是被日本天皇亲自授予了日本格斗天才的称号，在日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在日本可以说上到90岁的老人，下到3岁的小孩，就没有人不认识这个袁鹏熙，而且他才19岁。观众朋友们注意看，这个袁鹏熙啊，看起来天生就是个美食家，我看他呀非常适合吃牢饭啊！你看他剃了一个光头啊，好像刚从这个监狱里边放出来。虽然说这个袁鹏熙啊长得非常的丑，但是他已经在我们中国擂台9场不败，连赢9场，所以说赛前嘲讽我们中国选手啊都是蟑螂，只配做他的手下败将，被他踩死。面对日本选手的嚣张行径，我们华夏儿女自然忍不了。同样是19岁，也被称为格斗神童的吴铁印霸气出山。我们注意看，正在出场的小伙子非常年轻，非常帅气啊！但是你想象不到，他也才19岁。同样是19岁，那怎么吴铁印看起来非常的阳光，非常帅气呢？这就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距啊，也是人和畜生的一个区别。好，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双方同样是19岁60公斤，但是战绩上来看，对方的确要更好一些，9战9胜，而吴铁印是8战6胜2负啊，输掉过2场比赛。但是光看数据是没有用的，到底强不强，打过才知道。好，比赛马上开始，来看一下本场比赛，同样是19岁的2位天才少年，到底谁会更胜一筹？到底是我们中国还是这个小日本子？好，赛特比赛开始。吴铁印上来就冲得很猛，直接把对手放到地面，拿到了后面的位置吗？没有。吴铁印受伤了。凶猛的打法，拿手好击，地面的肘击，
现在对手把它放在半封闭的姿态里面，只是一条腿夹在下位选手的2条腿里面。这场比赛，吴铁英之所以进到地面如此的果断，因为他的2名师兄啊，中原飓风阎锡波还有暴力大鹏张立鹏都是打日本人的好手啊，并且呢都很擅长地面。这边裁判临时终止了比赛，因为刚刚吴铁英险些把日本选手打出擂台了。换一个位置，同样的姿势再一次开始，处于上位的依旧是吴铁英。而且要从2个人都互相认同的位置开始，直接肘击。对，上次吴铁英就在这时候用肘击降服了对方。对，其实，在综合格斗里面，封闭式防守不一定对下位选手是一个防卫的姿态，反而会遭到打击。这个是一定跟纯粹的道德是不一样的。在连续里突击，现在下位选手在努力的移动胯，把膝盖垫起。是半封闭防守姿态，有一条腿在对手的2条腿之内。对，因为这条腿被控制，所以就整个身体的移动和动作受到了限制。这场比赛，吴铁英非常聪明，他扬长避短，因为在此之前，袁鹏熙战胜的9名中国选手基本上都是从战力上战胜的啊，所以说吴铁英很聪明，先从地面下文章，看一下你这个小日本子地面实力如何。而且吴铁英现在也不着急，温水煮青蛙啊，有机会呢就打一拳，没机会啊就趴在对方的身上。也很不错，为了控制住对手的腿、胯和手臂，基本上上位选手就没有优势了。有点危险，有点危险。日本选手的地面技术非常的娴熟，而且意识。对，他在扶持他。这一段来看，对手地面是没有取得劣势。对。由于2名选手在地面战上没有过多的打击，裁判将双方的比赛重新拉回到站立。因为刚刚2人在地面战上的时间呢过长啊，几乎是没有太多的动作。好，注意看，又一次，吴铁英再一次把对方撂倒，但是再一次，天哪！这个日本选手在吴铁英的手下就像是一个玩偶，就像是个玩具。好的，疯狂的肘击，连肘带打。我觉得这个小日本子啊，本场比赛打完之后可能是要缝上几针了。正好对方剃了光头啊，等到缝针的时候连头发都不用剃了。刚才的话，这吴铁英还是打中了姿势，肘击。在这儿的一块，也要重新恢复到地面位置上去，下斜了。干预了，因为这样下去没有办法突破了，是从一个全封闭的侧身防守回到场地中央继续。又是一个主动的砸击，吴铁英的经验还要注意。观众朋友们，被逼急的吴铁英连少林寺的铁头功啊都用出来了。因为刚刚在下位的日本选手圈住了吴铁英的双臂啊，让吴铁英没有太多的进攻方式啊，所以吴铁英呢把自己的铁头功用了出来。那不出意外的话，吴铁英可能会吃到一张黄牌。好，果不其然。但是没关系，因为今天我们打日本选手的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并不是赢，而是打对手啊，我们的目的就是打。需要取得绝对的优势才能获得比赛胜利了。对，刚才有个肘，这个吴铁英打得很好。比赛很精彩。这个综合格斗在第1局就会打得非常精彩，而且快速进入对面。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看一下吴铁英的精彩表现。大家不要认错了啊，红色裤衩便是吴铁英，黑色裤衩便是日本选手啊，日本的天才神童袁鹏熙，漂亮！吴铁英再次拿到上位。那在第1回合，吴铁英是压制了对方长达4分半的时间。总共5分钟，压制对方4分半，让这个日本选手生无可恋。好，现在的话也是用疯狂的肘击打对方的狗脑袋，使劲打啊，打断对方的下巴才是我们的目标。上位选手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体重压制住对手，而且还可以使用窒息或者反关节的技术来降服对手。当然，对手的经验非常丰富，马上要进入了蝴蝶盖。这个砸击，刚才几个砸击非常有效。对，日本选手这个鼻血流出来，溅伤了，对，溅伤了。好，他起来了，起身。好。但
但是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用膝盖攻击头部，3点之上不能攻击头部。起来了，要恢复到他的位置。吴铁印这名小将之所以这么猛，那当然了，离不开他刻苦的练习，日复一日的苦练。但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位年轻的小将碰到了日本选手啊，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比如说现在直接把对手啊推出擂台。这时候我感觉吴铁印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把对方当成了他的敌人。好，再次龙边对决，这场比赛双方几乎是没有出拳，全程都在打缠抱、内围，还有些地面。好，看一下吴铁印的防摔不错，双方扭转局势。受到了砸击次数比较多，其他方面都做得非常完美。对，所以他9战9胜也不是白来的。对，地面的意识非常清晰。那2个都是19岁的小将。是。好，又是将点一半，把日本选手放在下位，这是中国式的这个教法。对，下位呢，日本选手害怕了，应该。他只能够不断的用手臂搂住对手的这个脖子和举手，现在还是半封闭，你可以走击，拉走，拉起来进行走击。日本选手只有今天一样方法，他没有找到更好的面上应对的办法。所以对吴铁印来讲呢，他需要这个走击很重，找到机会，这个找到机会。观众朋友们，我们注意看日本选手的半个脑袋，哦呦，现在是整个脑袋都被打出擂台了。吴铁印他的肘法就像一把钢刃一样。现在我特别能理解日本选手的心情，我估计他已经是后悔了，因为这个袁鹏熙这个小日本在此之前的9战9胜，他打的都是一些个业余选手，但是今天遇到了真正的格斗天才，我们看这打的真是毫无招架的余地啊。第2个比赛结束。找机会就砸，找机会就砸。第2局比赛就还没有完，轻动作，轻轻动作。哦，侧踹，自己没站稳，场地也比较滑。日本选手呢也是一个土鸡腿，2个人在绳圈角落里面继续争霸抢把位。好，再次连上位，反封闭。虽然说比赛已经到了第3个回合，但是我们看吴铁印这名小将的体能依旧是很好刚一开局便把小日本子再次按到了地上。我们注意看，现在日本选手已经是面色铁青，我感觉他已经坚持不住了。他的脸不是红也不是紫是铁青的颜色，这说明对方的很多血和血管可能已经不流血了。漂亮，疯狂的肘击，逃出来了，压制，把对方压平。把对手的肩压平，手击肘击，这个手击，好，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这位来自于中国的格斗天才吴铁印获得了比赛的胜利，打得非常精彩。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觉得吴铁印这个少打了几肘应该多打几下我们也应该这个不顾裁判劝阻，多打几下，最好是把对方送上黄泉路。但是没关系赢了就可以了。好，恭喜吴铁印在这场天才之间的对决当中获得了比赛胜利，再次恭喜3回合的碾压，太精彩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万万没想到，拥有铁头功的武僧一龙竟然被韩国选手一脚破防干倒在地。起身后的武僧一龙一脸蒙圈，全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台下的韩国观众看到这一幕，都全体起立，疯狂鼓掌，张牙舞爪。不知道的还以为韩国人获得了胜利。这个击倒武僧一龙的家伙，正是韩国跆拳道冠军闵永贞。仗着自己是跆拳道黑带，并不把任何传统武术放在眼里，并多次扬言韩国跆拳道才是世界第一的武术，中国武术只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假把式，只适合女人、老人、孩子锻炼身体。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跆拳道的腿法世界第一，杀伤力世界第一，但中国功夫只是适合老人和孩子们锻炼身体用。韩国选手的嚣张言论已不再是简单的挑衅，而是在诋毁中国武术。从小习武的武僧一龙选择不再隐忍，远赴韩国向闵永贞发起挑战。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武僧一龙大战韩国跆拳道冠军闵永贞的一场精彩对局。想必对于武僧一龙，那我就不用过多介绍了，那观众朋友们肯定是再熟悉不过。武僧一龙也是名声在外，有好有坏，褒贬不一。但今天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绝对是好事儿。
因为今天武僧一龙自费来到了韩国，挑战韩国空手道冠军，来证明我们中国武术。武僧一龙，我们不用多说。那么今天从他这个留的小胡子，我们一看到他要在2013年的比赛里面有一种新的表现。观众朋友们注意看，武僧一龙被击倒一次，台下的韩国观众兴奋的不得了，哎呦，站起来鼓掌。不知道的还以为韩国呀研制出来了什么核弹或者原子弹之类的啊！刚刚这一次击倒竟然被裁判判定为了读秒，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因为武僧一龙已经击倒闵永春非常多次了啊，一次都没有算。没有办法，观众朋友们，因为这是在韩国打比赛，我们是客场作战啊，所以说呢，韩国官方啊是有意来针对武僧一龙。一龙这种抗击压能是非常强的，尽管我们看到这个闵永春用他这个跆拳道的什么旋踢动作啊，包括扫踢动作了、横踢动作了，但是在武僧一龙面前一一化解。看，这是闵永春准备利用一个转身后旋踢被武僧一龙化解掉。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有没有感觉到武僧一龙啊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打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低调，和一龙以往的风格我觉得是完全不符的。因为目前来看，这个韩国棒子啊，在一龙的面前就像个小白脸儿，像个小娘们儿一样啊，双腿发软。你看，哈哈，随便一个扫踢啊，或者接腿就能撂倒。怪不得穿一个白色裤子啊，他就是一个纸糊的小白脸儿啊，一碰就破，一碰就碎，不厉害。一龙在今天比赛里面这个距离感保持非常好。一龙打第4，哦，你还能站起来吗？这是一个封堵动作，没关系，继续上。我现在观众朋友们严重怀疑啊，这个闵永贞他是不是肾虚啊？双腿软的不行，满头大汗。而且目前来看，对方的主要进攻手段呢，就是他的腿法啊，几乎是没有拳法。你看，哈哈，还不等武僧一龙动弹，你看台下他的粉丝。当然也有可能是包养他的富婆啊，已经心疼的不得了。可能是昨天晚上这个闵永贞呢发生了什么啊，导致现在整个人呢虚的不行。如果感兴趣，可以来我们中国呀吃点腰子啊，吃点什么韭菜大蒜补一补。好，接下来双方的比赛马上要来到第2个回合，看一下武僧一龙的精彩表现。第一回合很明显了，优势很明显。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如果不产生 KO 啊，武僧一龙想赢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是客场作战，所以说现场的裁判啊也都是韩国人。不管武僧一龙啊以往是什么形象啊，是怎样的一个风评，但这一次我觉得他是够爷们儿啊，敢一个人来到韩国，敢挑战韩国的空手道，我觉得啊这是很爷们儿的一个行为。上3路下3路的自由的组合来显示你对手的实力，你靠单一的腿法进攻，想站在擂台上成为英雄，确实很难。你看一龙的扫手的力量有多大？扫一下，闵永贞是一个趔趄。再来，今天这个一龙就跟踢木桩一样，因为闵永贞没有上3路的进攻能力，所以这样打起来，一龙更加的放心大胆。我们都知道韩国空手道呢是花里胡哨啊，招式多，眼花缭乱，张牙舞爪，但却被韩国人啊吹的是天花乱坠，世界第一。但是今天我们一看，我觉得还不如我们中国小学生啊跳的这个广播体操厉害啊！要知道武僧一龙现在我觉得3成功力都没有发挥出来，这个闵永贞呢已经是有点招架不太住了。可想而知，要是武僧一龙啊发挥出全部的实力，对方该有多惨！哎呦，快歇一会儿，不行了！场上完全被武僧一龙牢牢的控制着。두 선수 모두 다 이게 킥복싱이라든지 K1 룰에 맞춰서 하는 움직임 전혀 아니고. 다만 이제 지금 민영진 선수가 로우킥 쪽에 좀 쌓이는 그런 인상이 좀 나오고 있고요. 只有招架之功，无任何还手之力。武僧一龙继续进攻，扩大战果。 또한 번 로우킥. 민영진 선수 지금 다리 왼쪽은 이미 충분히 무겁습니다. 武僧一龙说：“我踢，我踢。” 你不是缠绕环境吗？我踢，我踢，让你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我踢，我踢，让你站不起来！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看台下的韩国女观众啊，已经是捧着脸大哭不止，因为他们的欧巴、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男神啊，已经被打得像一条赖皮狗一样啊，气喘吁吁。这就是上帝想让谁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啊，先让你乐，那么现在就让你哭。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武僧义龙在韩国客场战胜了韩国空手道一高手啊，扬我国威。以后要是再看到韩国人吹嘘跆拳道有多么的厉害，观众朋友们直接把这个视频呢拍到他们的脸上，让他们看一看你们的跆拳道是多么的弱小，在中国武术面前是多么的垃圾。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嘿，李景亮，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丑八怪。你看我长得多帅，我的身材有多好。你不仅长得丑，身材还差，女人们都为我而疯狂，可是一见你都被吓跑了。这个在媒体面前公开羞辱李景亮丑的家伙，正是韩国综合格斗一哥裴明浩。此人目中无人，狂妄自大。自从上一次侥幸击败了中国选手牛小强之后，便不把任何中国选手放在眼里。韩国选手的辱骂也彻底惹怒了李景亮。上一次牛小强输给了你，是因为他太大意了，我不会犯同样的错。我要用我的拳头打你满脸开花。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李景亮大战裴明浩，本场比赛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好，待会儿不要认错了，左边的黑色拳套便是李景亮。赛前李景亮非常的委屈，被对手辱骂长得丑啊，说女人们只要见到李景亮啊，都会被吓得撒欢的跑，根本不敢直视李景亮。我个人感觉这个裴明浩啊，这个红色拳套的家伙，他长得好像也不帅啊，说人不如人，我觉得反倒他更像是个丑八怪，正所谓丑人多作怪。好，红色拳套的便是韩国综合格斗一哥裴明浩。这场比赛是综合格斗规则，也就是说呀，可以用拳，可以用腿啊，可以摔跤，可以柔术。裴明浩是比李景亮早进入到综合格斗长达5年啊，所以说对方的经验啊更丰富。但是李景亮的散打和摔跤啊也不俗。作为李景亮来说呢，在第一回合比赛刚开始啊，也一定要沉住气，不要贸然出击，因为这个作为裴明浩号称狼人呢，他也是非常的聪明和狡猾的。在参赛的方面呢，是裴明浩的经验呢是略微比李景亮呢是多了一点，但是这场比赛呢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李景亮寻求地面的抱摔。现在两个人在边绳附近僵持住了，李景亮单抱腿看能不能把裴明浩摔倒在地。李景亮又是紧紧抱住了裴明浩的上身，看摔法能不能奏效。在技术方面呢，以及战术方面，李景亮受到了全天下的主教练、传奇巴西柔术大师朱毅教练的指导。我们看李景亮在双方内围缠斗的过程当中呢，完全不输对手。因为来自于新疆塔城的李景亮啊，12岁便开始练习摔跤，而且从小干农活，所以说呢，爆发力、持久力、耐力啊，通通都有啊。摔跤也是他的强项。最开始他是打算进入到国家队摔跤，但是后来呢，因为一些变故啊，转战到了散打，又后来啊，因为一些小变故转战到了这个综合格斗。好，现在李景亮是在内侧被裴明浩压制在笼边。一定要小心这个家伙咬耳朵，因为这个裴明浩呢，他是韩国人啊，一定要护好我们的耳朵还有裆部。你搞不清这个韩国选手啊，什么时候就耍一些个卑鄙手段。投诉说李景亮抓绳子了。来看这个摔法，双方都怎么处理？双方现在是基本上旗鼓相当。裴明浩也是趁裁判没有看到，也抓了一下绳子，使得李景亮对白费力了。属于一些技术的细节，这也是在绳圈战中呢，运动员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细节，也就是经验的来源呢。对，如何去利用场地？现在两人呢都是力争能够坚持站住啊，这个防止被摔倒。好，观众朋友，您在观看我们比赛的时候，还可以注意留意一下我们的微博，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武林传奇亚太综合格斗冠军赛的内部消息。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微博。双方呀进行了非常长时间的缠抱，好像并没有进展，所以说又从站立开始。这场比赛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呀，的确不是特别激烈，但其实双方啊已经是暗暗较过劲儿了啊，暗流涌动。刚刚在摔跤和内围的时候，那双方较劲儿几乎差不多。
接下来可能在战力上要拼出一个1、2、3了。好，李景亮被打击之后立马抱摔，非常的聪明，趁着自己还没有完全晕啊，赶紧把这个裴明浩这个小棒子给他插到地上，做一个转换。现在你看裴明浩还真的是比较靠贴到了绳子上，这样使得李景亮呢能够在很难再做下一步，然后这个裴明浩迅速的站了起来，又站了起来。现在李景亮又拿到了把位，非常不错的把位。但是裴明浩大家看到他的右腿呢勾在李景亮腿的外侧，来化解李景亮的摔法的力量。又再一次把双方分开。这场比赛啊，真是势均力敌啊！在形成相持的这样的状态，腿探路。双方可能是这样防住，把这10秒钟耗掉。没错，不会再主动冒险。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看来本场比赛双方啊极有可能会打一场持久战了，因为对手的年龄更大啊，所以说体能的消耗那也绝对是要大于李景亮。好，比赛继续，看一下双方接下来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李景亮，如果你也支持中国力量，千万不要错过。大家伙不要认错了，蓝方选手黑色拳套的是李景亮，而红色拳套便是韩国棒子裴明浩，对方自称是韩国综合格斗一哥啊。赛前也是辱骂李景亮，看一下接下来双方的表现。他还是采取比较稳的节奏，一个站立的袭击，并没有给李景亮造成太大的影响。其实，在第3回合的比赛里面，看谁能够战机抓得更好，而且能够把握得更紧。对，这个也就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李景亮前扫踢。今天作为李景亮来说，从体力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啊。对，他体力是非常充分。比赛到了这个时候，双方的战况呢还是有点焦灼。这就是高手过招，见招拆招，而且都知道啊，彼此都有终结能力，所以说都很小心，都很谨慎。啊，你看都是假动作啊，都是假动作，很少真正意义上俩人站在一块儿去换拳，或者说拼一波。看一下李景亮要不要考虑拼一拼？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可是客场作战啊，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裁判也都是，哎呦。这个裴明浩很喜欢打一些跳拳啊，一些个奇怪的招式，一定要小心。对于李景亮的下前抱摔呢，这个裴明浩今天也是准备的很充分。已经过去了将近2分钟的时间，刚刚李景亮想下潜，但是被裴明浩一个环绕步化解开了。双方现在一直是在斗心，一个单抱腿看有没有，但是裴明浩拿到了一个断头台的把位。这裴明浩又是先往后退，哎呀，倒！但是李景亮头被锁住了。还好，只是半个把位。刚才这一记摔法很可能为李景亮奠定肯定为李景亮奠定了一个胜利的基础。李景亮。我们看来到地面之后的李景亮就像是如鱼得水，放虎归山啊！这个感觉呀，砰的一下就上来了，在上位可以很轻松的压制对手。好，要小心，肘击，要小心了，再打下去的话，可能把韩国选手打飞入擂台了，一定要小心。现在韩国选手的半个狗脑袋啊，整个狗脑袋已经是打出去。裁判是要调整一下位置啊，双方呢换一个位置啊，重新开始。李景亮也是迫不及待的，赶紧扶起对手。我们不是讲礼貌，而是迫不及待的想揍他。裴明浩在下位开始制造空间。你看裴明浩，还要明显的对，往边上靠，非常小心的。现在是一个欧普拉塔的锁肩，但这个李景亮怎么处理呢？这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动作，这是一个锁肩的一个动作，但不知道李景亮怎么处理。应该逃脱出来。还有1分45秒，比赛结束。跑出来了，非常好，非常不错。李景亮又一个抱腿，如果说这个摔法他能拿到的话，这场比赛很可能就会奠定了自己的胜利。
比赛还有最后1分半的时间，这个裴明浩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李景亮就像一头奔跑的野牛啊，对方的这个裴明浩啊，只能是被死死的顶在笼边。这样一来的话，对方想逃那是不可能了。而且李景亮的这个交感呢很强。什么是交感啊？交感就是可以轻松的黏住一个人，无论你去哪儿，我都可以轻松的黏着你。好难题了，这个对，真的是遇到难题了。好的，太漂亮了，漂亮！这个摔法，但是呢，裴明浩却拿到了一个半拿背的位置。还有50秒比赛结束，李景亮能否逃脱这个拿背呢？还是说裴明浩能够改善自己的姿势，拿到更好的姿势呢？谁能获得金腰带，就看着最后的30秒时间。但是这个拿背呢，对裴明浩是非常不利，他属于半拿背，而且是李景亮的手呢是干扰着他做更多的动作。李景亮，双方的比赛还有最后的20秒钟，这个战况的确太焦灼了。李景亮现在是被裴明浩拿到了后背，但是并不完全，我们也没什么危险。李景亮还在挑衅对手，我们看，哟，飞吻，抛媚眼儿飞吻。李景亮在嘲讽这个裴明浩。好，比赛结束。那这场比赛最终的话是没有产生 KO 啊，但是我觉得整个局面上来看，李景亮的优势绝对是不小的。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判罚。好，最终一致判定，让我们恭喜李景亮获得了胜利，他们两个也是非常的开心。好，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啊！白色短裤的是霍小龙，注意看，千万别眨眼。你看我这王强就一个转身后摆，促踢，又是一促踢吗？好，又一个对手折在了霍小龙的点穴腿法之下，而且这场比赛有点太快了啊！这个开局还不到20秒就结束了。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霍小龙今天的第4个对手，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斯曼。这个老外他很是大胆，这一次来我们中国呀，就是表明了啊，就是要挑战我们中国武术。原本他的目标啊是挑战武僧一龙，但观众朋友们，我们都清楚啊，有事的时候啊，这个一龙呢不是生病就是头疼屁股疼，没事的时候啊，他叫的比谁都欢啊。结果呢，一龙没敢接。所以说他便把目光啊放到了霍元甲的传人霍小龙的身上，毕竟是霍大侠霍元甲的传人，所以说击败霍小龙啊，这个可信度啊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那选手，所以呢体重来说都是比较轻的，非常轻巧，应该都比较灵活。往我这边走走。霍小龙在征战这个崛起的战绩啊，现在是8战8胜，5次 KO 对手，实力非常的强劲。那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斯曼呢，今天是首次来到崛起的擂台上啊，也不着急，后闪反击。乌兹曼一出前腿的时候，霍小龙非常快的反应过来就防守反击。对，哇，直拳！前面的几场比赛我们只看到了霍小龙的腿法，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啊，没有想到霍小龙的拳法也不弱。只不过他的腿法太过于突出啊，太过于出色，让我们忽略了他的拳法。好，接腿。当然霍小龙是有一些散打功底在身上的啊，这个接腿涮摔呢，是他比较擅长的。看看小龙是否能在第一回合去 KO 乌斯曼。哇，很重的一个中扫腿啊，憋足了劲儿啊！对，这个时候漂亮高扫，打到，再次落地。哇，观众朋友们，这真是3拳2腿，让我们恭喜霍小龙又一次拿下了对手。需要打准呐！我们中国拳坛又惊现一位实力不输邱建良的实力悍将，只靠拳法，仅在一个晚上连续 KO 3位国际悍将，看得武僧一龙目瞪口呆。好，我们注意看这个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正在出场的小伙子，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江西的搏击天才吴雪松。身高1.79米，体重72.5公斤，而且吴雪松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叫对外克星，因为他专打老外，从来不打自己人，而且很少有老外能在他攻无不克的拳法之下挺过3个回合。
基本上不是跪地求饶，就是猝死擂台。就连武僧一龙啊，都想将吴雪松收入门下，但很可惜，观众朋友们，吴雪松呢很聪明啊，也很明智，因为他不喜欢与虫为伍，便拒绝了一龙。而今天吴雪松的对手，观众朋友们可谓是来者不善了，他便是眼前来自于墨西哥的全能王者泰范霍斯坎。这个家伙之所以被称为全能王者，因为他练习过泰拳，也练习过自由搏击，而且还练习过综合格斗以及散打，包括跆拳道。而且他的比赛风格正如他的绰号一般非常的全能，技术全面，毫无短板。而且我们看他一脸得意的笑容，比赛还没开始，仿佛这场比赛已经胜券在握。而且在泰范霍斯坎来中国之前很多媒体记者就开始争相报道，说他来中国打比赛，那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咱们中国人很简单，但今天他到底是砍瓜切菜还是踢到钢板，我们看了才知道。刚改没多长时间，做完了这个3回合的拼斗，马上调整身体，马上调整精神，马上进行下一轮的比赛。是的，确实很辛苦。蓝方泰范霍斯坎，红方吴雪松。从之前双方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泰范霍斯坎他的风格比较趋向于这种防守反击。他打得比较灵活，而且报价比较稳，是的，防守非常严密。那么就看本次的吴雪松能否挺入16强了。岳松就是说你既然你这么高，那好，那你想把他的防守打开，是的吧？利用你的得意地，给对方造成伤害，就是击不倒对方，给他打重拳，对方有一种畏惧感，也是一种胜利。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吴雪松是靠击斧打败了亚历山大希尔。到，过低，是了。这场比赛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双方真的是出奇的稳啊！要知道他们两个都是高手，正所谓高手过招，见招拆招。目前来看，的确是平分秋色，出手次数也不是很多。但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泰范霍斯坎他的双手报价拿得很高，防守意识很强。打完一拳之后双手赶紧是护住脑袋。而我们反观吴雪松，他的报价相对来讲比较松散，但是可以获得更好的进攻视野。霍斯坎的反击拳，霍斯坎的连续的正蹬腿，低扫踢。吴雪松现在也是不敢轻举妄动，非常谨慎。霍斯坎的连续的重拳重腿，这就非常危险了。霍斯坎，你觉得防守反击非常快？是的，我这场一开场的比上场打的还要厉害，还要好。上一场比赛他刚开赛第一场回合呢还略有防守，他现在没有了。这是刚做的多长时间？我们看这个泰范霍斯坎，他是步步紧逼，可以说呢咄咄逼人也不过如此了。但他打得这么凶观众朋友们，对吴雪松来讲，我觉得是好事儿，因为吴雪松最不怕的就是有人找他拼拳。当时武僧一龙看上吴雪松的一个点，就是看吴雪松拳法的确是太漂亮非常的猛，所以说才想将这个吴雪松收入门下当他的前摆。我们刚说到拳法够猛。好，裁判1次读秒，现场裁判的话是毛景宇，这是一个老裁判了，他执行过的比赛已经多达上万场。好，比赛继续。好，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铃声算是救了泰范霍斯坎一条小命。还好铃声敲响了，如果再给一点时间，恐怕这个小子已经被吴雪松给 KO 了。我们常说你把兔子逼急了，观众朋友们还咬人呢，更别说你将吴雪松这样一个恐怖的重炮手逼上绝路，那肯定很危险了。好，双方第2回合比赛继续。开始霍斯坎是加强了进攻，吴雪松的本身力量是比他要大，比他要拳的力量要比较大。值得看泰范霍斯坎开始使用反击拳，不能小看泰范霍斯坎这种冷拳冷腿的。对呀，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这是你看看。刚才是吴雪松也遭受到重击，双方都在拼这种架。好了，结束了 ，KO， 这是完全KO， 直接 KO， 直接 KO。哇！比赛结束，让我们看一下精彩回放。哇！这一拳下去，这个泰范霍斯坎整个人是趴到了地上。
哇，这拳太重了，而且是一个左手的前摆拳啊！观众朋友们，太猛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吴雪松的下一个对手，他是曾经的 WBC 世界拳王何塞鲁拉斯啊，同样来自于墨西哥。与上一个泰范霍斯坎相比啊，这个何塞鲁拉斯啊，在进攻角度上更为刁钻啊，打得更为凶狠。好，比赛开始了，我们看白色拳道是吴雪松，而黑色拳道啊何塞鲁拉斯。是有过这个 MMA 的这个打法，但是我们看他站架并不像 MMA 选手那样拉得那么开。对，但是脚底步伐还是比较灵活。也是要拉进去啊！对，这个何塞这个前后这个左右直拳的这个距离啊，非常的长，攻击距，而且他从来不会打这种中近距离的拳法发力，都是放得很长。打完的雪神中追的时候啊，这何塞的步伐转的比较活。对，他应该是研究过雪神。这场比赛的难度系数啊，相较于上一场来讲，真是高了不少。对手无论是在臂展上，还是在步伐的灵活度上啊，比上一个选手要高上太多了。对，又是一次，你看又是一次这种，而他是从上往下去压过吴雪松的前手，防守的前手。对，漂亮，继续。哇，刚刚又是一个前手后手，前虚几次啊！哇，前手，我维修救啊！这，你的胳膊长，你的步伐灵活，又能怎么样呢？吃到吴雪松的拳啊，你该倒还是得倒。甭管你在国际上有多大的名气啊，来我们中国你是龙你给我盘着啊，你是虎给我握着好，吴雪松乘胜追击，哦哪里跑，还敢用转身边拳，我让你转。应该是结束了。我们看何塞鲁拉斯呢，连站都站不稳了。比赛结束，让我们恭喜吴雪松啊！两场比赛都很精彩，打的都是顶级高手。好，再次恭喜，同时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